赛尔号这个名字，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它有游戏，有漫画，甚至还有动画片，还有大电影。某种程度上，赛尔号、洛克王国这种才是更能代表00后游戏上的一个小童年了。终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有工作室开始做赛尔号的实体模型了。那么本次带来的是圣甲盖亚的一个拼装模型，也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室星木文化推出的第一款实体拼装模型。那么话不多说，咱们直接来看本体。首先呢，本体的这个配色基本是与原作中的这个精灵形象呢是基本符合的，采用的是一个红白的一个配色，再加上黑灰的一个点缀。但是为了它这个拼装实体出来呢，更加符合它的这个比例它在这个精灵的比例上与原作中呢是有进行一个修改的。它修改了它的四肢，让四肢更长，并且在它这个机甲的线条上呢，也会与原作不同。原作中的这个圣甲盖亚呢，虽然它是一个机甲战神联盟的成员但是它的整体的这个外观呢，还是偏向于肌肉圆润的一个风格的。在模型上呢，它的线条全部变成了一个方正的一个硬朗的一个风格，整体会更加偏向于机甲化。同时，大家如果细心的话，会发现小腿处呢是增加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分色，这个在原画中呢其实是并没有的。原画中的这个小腿就是单独的一个黑色，这边这个分色呢属于是一个小魔改。工作室那边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解释，因为原画中呢是全部黑色的，它在做成实体模型以后呢会过于单调，所以说这次做了一个魔改，将它的这个脚部以及小腿处呢增加了一个白色的分色，让它的立体感更加好。同时呢，因为本次是一个测评件的原因它的这个红色呢是一个测评件的样子。实物中的这个红色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咱们放的这个官图，实物中的这个红色的发色呢会更加好看一些。作为手臂特点，这个状态贴纸呢，在大货中首批也会进行一个附带。本次盖亚呢，作为特点在它的外甲红色上呢是有附带一版透明红色的。我这边呢是混搭了，大家可以明显发现，我在胸口、手肘这边呢都是用了一些透明件来进行混搭，这样子混搭起来呢会更加好看。因为它的透明件呢是可以看到一些线条纹路的一个细节，并且还会附带荧光的一个效果。本次头部这个白色面罩呢是有两个替换，一个呢是在嘴巴处会有一个刻线的一个小细节，还有一个呢就是还原原画中的一个形象，仅在脸颊处会有一个刻线。同时这次模型呢也是附带铁骨，在手肘、胯部、胸部以及它的这个脚部呢都是有附带一个铁骨的，所以说它的整体重量呢也是有达到165克。高度方面，从脚到头的话大约是在16厘米，与1:100比的话肯定是偏小了，与1:144比的话又会偏大，所以说大家可以拿来跟一些比较高的1:12模型来进行一些搭配。背包方面，两个推进器呢采用了一个机械臂来进行连接，以达到原画中漂浮在身后的一个效果。推进器与机械臂连接呢，依靠一个球关，可以进行一个角度的调节。机械臂呢设置了多段的一个角度，可以进行一个调节，实现大家的一些把玩需求以及造型需求。底下的两个推进器杆子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角度活动的。装上背包之后，整体的外观就是这样子了。怎么样，小瑞是不是一下就上来了？我拼的时候都怕这个盖亚一个弹板把我弹死真的是战神神物了。手型方面，首先呢是一个开掌手型，一个握拳手型。这个两个手型的大拇指都是可以单独可动的。另外，本次还附带了一个五指可动手，全可动的，每根手指都会附带关节的。地台方面呢，首先它是附带一个收纳功能，里面可以收纳配件，然后在支架部分呢是采用了一个蛇骨支架，这样子的话更加牢固，并且能更加灵活摆一些好的一些动作。接着呢，咱们来讲一下它的可动。首先头部这边，在它的这个头部里部呢是有一个内嵌的一个关节，这个关节可以随着这个脖子这个球关来进行活动，并且脖子这个球关呢也是有单独的一个活动角度的。这点的话有点类似万代的那个 R 魂或者 M2 魂这样子的结构呢，让它整个头部的上抬以及这个头部的低头幅度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是一个球关嘛，所以说侧摆以及转头呢也是没什么问题的。手臂部分，首先手臂根部呢会有一段可动的角度，然后手肘根部这边呢也会有一段可动的角度。手臂根部关节外拉之后呢，还会有一段额外的向上的一个角度，这样子在肩甲这样的一个造型情况下呢，也可以让手臂平台达到一个90度的标准。外拉之后呢，手臂根部也会有一个向前倾的一个蝴蝶关节，整体幅度大概是这样子。手臂360度旋转呢没什么问题，手肘根部呢是附带平转关节的，手臂虚肘双段的一个关节，整体幅度大概是这样子。在腰部这边呢，它有一个魔改的小细节，在模型的背部这边呢，它是有做出一个龙虾背的一个设计，并且随着弯腰呢也会有进行一个联动效果，再加上腰部底部呢还有一段额外的外拉，所以说整体弯腰的幅度呢还算是不错的。腰部侧摆呢主要是依靠胸口这一段关节，车甲这边呢是有一个双段式的一个展开安装方法呢是一个插装进行连接的。
这个侧裙甲呢，其实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全景甲，它是有一个双段的关节，前裙甲跟侧裙甲包含在了一起，通过关节的弯折来进行调整。在展开避让之后呢，整个前踢、侧踢呢都会有一个充足的空间。后裙甲呢就是传统式的上翻避让了。髋关节这边呢依旧是一个下拉机构，腿部可以进行一个下拉，下拉之后呢，腿部的前踢可以略微超过90度，后踢的话大约是在70度左右。腿部的侧踢呢，也是有一个充足的空间避让，可以远远的超过90度。大腿的根部呢，也是附带了平转的关节。腿部你别看它这么小巧一个，还是有做到一些小联动的。整个腿部弯曲双段的关节幅度大概是这样子。随着腿部弯曲呢，正前方的这个零件呢会进行一个位移，同时里面的零件会露出内构。膝盖的外甲呢也会随着弯曲来进行一个位移，属于是虽然小呢，但是该有的东西一个都没有少。脚部这边侧摆接地以及脚部的旋转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整个脚也可以进行上抬以及下翻的一个角度，脚尖有一个单独的轻微可动。因为整体的可动呢，其实还算不错，所以说摆这种单膝砸地的这个动作的，也是完全可以摆出来的。可能你会觉得这次玩法比较少啊，所以说工作室这次呢还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形态——烈焰形态。这个应该算是工作室自己原创的一个形态了。如大家所见，在模型的胸口、肩膀以及腿部呢，全部都是有这个紫色的火焰来进行一个点缀，让整个机甲呢更加具有破坏性。同时，为了搭配这个形态啊，也是给出了一些攻击的一些特效件，比如胸口的冲击波以及手上的这个火焰能量的一个特效件。火焰冲击波呢，可以直接安装在胸口，摆出一个发射这个能量的一个状态，整体效果还是比较好看的。而这个手部的这个火焰特效件呢，可以直接安装在咱们这个握拳的手型上面，固定上去就可以了，还是比较牢固的。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个手部的火焰特效件啊，与这个身上的火焰搭配起来，浑身燃烧的火焰，破坏性拉满了。总的来说呢，99块钱正版授权，并且附带铁骨的一个拼装模型，双形态的一个玩法，这一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并且呢，我手上这个呢，也仅仅是一个作为参考的测评件，工作室那边也表明了，大货与测评件呢也会有一个不小的优化，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大货的一个水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制作视频不易，希望大家多多3连，咱们下期再见。